科學家說，人類的大腦從25歲就開始走下坡路，每過10年，腦容量會萎縮大約 2%， 聽起來很可怕，對吧？但更可怕的是，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大腦正在悄悄老化，直到某天早晨醒來，忽然發現自己記不得昨天晚飯吃了什麼。可是你知道嗎？有一群人，他們75歲、80歲，甚至90歲了，大腦依然像50歲一樣年輕。科學家把他們稱為超級老人。而更離奇的是，這些超級老人有一個共同特徵，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們的身體不會出現5種特定的感覺。換句話說，如果你今年已經過了75歲，明天早上睜開眼睛，仔細感受一下自己的狀態。如果這5種感覺你一個都沒有，那麼恭喜你，你的大腦可能比 90% 的同齡人還要年輕。但如果你發現自己中了1條甚至好幾條，也別慌，因為今天我們不僅會告訴你這5種感覺是什麼，更會深入挖掘背後的科學原理，告訴你為什麼會這樣，以及你現在開始還能做些什麼。好，我們正式開始。第一種感覺叫做晨起迷霧感。什麼意思？就是你早上醒來以後，腦子裡像罩了一層霧，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不確定自己剛才做了什麼夢，甚至花了好幾秒才想起來自己身在哪裡。你可能會覺得，這不是很正常嗎？老了嘛，起床慢一點不是理所當然。但科學家告訴我們，這種晨起迷霧感絕對不是正常老化那麼簡單。2019年，美國波士頓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們找來了將近600名60歲以上的老年人，讓每個人連續1個月，每天早上醒來後立刻做一份簡單的認知測試。測試內容不難，就是記幾個數字，認幾張圖片，回答幾個邏輯問題。結果他們發現了一個非常驚人的規律，那些每天早上都能在30秒內完全清醒，腦子清清楚楚的人，3年後再追蹤，他們的認知衰退速度比同齡人慢了將近 40%。 而那些每天早上都要花5分鐘甚至10分鐘才能開機的人，3年後的認知測試得分平均下降了 15% 到 20%。 更可怕的是，這群人當中有將近 30% 在5年內被診斷出了輕度認知障礙，也就是阿茲海默症的前兆。為什麼會這樣？這就要說到大腦裡一個非常重要的系統，叫做類淋巴系統。你可能聽說過淋巴系統，就是我們身體裡負責排毒的網絡，但大腦裡也有一套類似的清潔系統。科學家在2012年才正式發現它的存在。這套系統的工作方式非常神奇。當你進入深度睡眠的時候，大腦裡的神經細胞會集體收縮，細胞之間的縫隙會擴大 60% 左右，然後腦脊液就像洗衣機裡的水一樣，從這些縫隙中湧進來，把大腦一天產生的代謝廢物統統沖刷出去。這些廢物裡面最關鍵的一種東西叫做貝塔澱粉樣蛋白，這個名字你可能聽過，因為它就是阿茲海默症的罪魁禍首。正常情況下，大腦每天都會產生少量的貝塔澱粉樣蛋白，但只要你的類淋巴系統工作正常，每天晚上都能把它清理乾淨，你的大腦就不會出問題。可一旦這套清潔系統開始罷工，這些蛋白質就會像下水道裡的淤泥一樣，一點一點堆積起來，最終堵死你的神經通路。那麼問題來了，什麼會導致這套清潔系統罷工？答案就是深度睡眠不足。研究發現，隨着年齡增長，人類的深度睡眠時間會自然減少。20歲的年輕人每晚大約有 1.5 到2個小時的深度睡眠，到了60歲可能只剩45分鐘，而到了75歲，很多人的深度睡眠已經不到20分鐘了。這就是為什麼晨起迷霧感在老年人中如此普遍，因為他們的大腦在夜間根本沒有得到充分的清洗。但是那些超級老人卻不一樣，科學家對他們做了腦電波監測後發現，這些70、80歲大腦還像50歲一樣年輕的人，他們的深度睡眠時間平均比同齡人多出 30% 到 50%。 也就是說，他們的大腦清潔系統依然在高效運轉，每天晚上都能把貝塔澱粉樣蛋白沖刷得乾乾淨淨，所以他們早上醒來腦子清清爽爽，沒有一絲迷霧。那你可能會問，我怎麼知道自己的深度睡眠夠不夠？
其實有一個最簡單的判斷方法，明天早上醒來不要急着看手機，先閉上眼睛，問自己3個問題：今天星期幾？昨天晚飯吃了什麼？昨晚做了什麼夢？如果你能在10秒內清晰回答前2個問題，那麼恭喜你，你的大腦清潔系統工作得還不錯。至於第3個問題，做不做夢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感覺到自己睡得很沉。如果你經常覺得自己一整晚都在做夢，翻來覆去睡不踏實，那很可能就是深度睡眠不足的信號。好，我們來看第2種感覺。第2種感覺叫做無因疲憊感。注意，我說的不是累。75歲的人早上起來覺得有點累，這很正常。但無因疲憊感是另一回事。你明明昨晚睡了7-8個小時，起床後卻覺得全身像被抽空了一樣，四肢沉重，一點力氣都沒有，好像剛跑完一場馬拉松。你找不到任何原因，不是因為前一天做了什麼體力活，也不是因為生了什麼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疲倦。2021年，日本東京大學的一個神經科學團隊發表了一篇論文，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轟動。他們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也就是 fMRI， 掃描了200多位70歲以上老人的大腦，然後把這些人分成2組，一組是早上起來精力充沛的，另一組是早上起來莫名疲倦的。結果他們發現，2組人的大腦在結構上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差異。差異在哪裡？在一個叫做預設模式網絡的地方。這是大腦裡一個非常特殊的系統，它在你不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最活躍。什麼意思？就是當你發呆的時候、放空的時候、腦子裡天馬行空、想東想西的時候，預設模式網絡就在拼命工作。它負責什麼？負責整合你的記憶，規劃你的未來，維持你的自我意識。簡單來說，它就是讓你覺得我還是我的那個系統。研究發現，那些早上莫名疲倦的老人，他們的預設模式網絡已經嚴重退化了。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他們的大腦在夜間無法正常完成記憶整合和自我修復的工作。你可以這樣理解，大腦就像一台電腦，白天高速運轉了一整天，晚上需要做系統維護、整理文件、清除緩存、更新程式。這些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由預設模式網絡在你睡覺的時候完成的。如果這個網絡退化了，那麼維護工作就做不完。第2天你開機的時候，自然就會感覺卡頓，感覺疲憊。更驚人的是，日本團隊追蹤了這批老人4年之後發現，那些預設模式網絡嚴重退化的人，他們的認知功能下降速度是正常人的將近3倍。而且其中有不少人開始出現情感淡漠的症狀，就是對什麼事情都提不起興趣，不想動，不想說話，甚至不想見人。這種症狀在臨床上被認為是老年抑鬱症和失智症的重要前兆。可是那些早上起來精力充沛的超級老人呢？掃描結果顯示，他們的預設模式網絡不僅沒有退化，有些人甚至比60歲的中年人還要活躍。這就好像他們的大腦裡有一支高效率的夜間維護團隊，每天晚上都把所有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所以第2天一開機就是滿血狀態。那麼怎麼保護你的預設模式網絡？科學家目前發現了幾個關鍵因素。第一，社交。沒錯，和人聊天，和朋友見面，這些看似無聊的日常活動，其實是預設模式網絡最好的健身房。因為社交需要你不斷推測對方在想什麼，揣摩對方的情緒，回憶共同經歷，這些全部都是預設模式網絡的工作。第2，冥想或者放空。研究發現，每天花10到15分鐘什麼都不做，就是坐着發呆，讓腦子自由漫遊，這對預設模式網絡的維護非常有益。第3，保持好奇心，對新事物感興趣，願意嘗試新東西的老人，他們的預設模式網絡往往更加健康。好，接下來是第3種感覺，這一種可能會讓很多人感到意外。第3種感覺叫做情緒锈蝕感。什麼叫情緒锈蝕？就是你早上醒來不開心，也說不上難過，就是心裡灰灰的、空空的，對今天將要發生的一切都提不起任何期待。你不想吃早餐，不想出門，不想和任何人說話，甚至不想活動。注意，這不是抑鬱症，因為抑鬱症有更嚴重的症狀。這種情緒锈蝕感更像是你的感情系統生了一層鏽，一切都變得遲鈍了，
麻木了。你看到美麗的日出，不再感動，聞到花香，不再愉悅，聽到好消息，也只是淡淡的哦一聲。2020年，英國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做了一個為期5年的追蹤研究，他們找了800多名65歲以上的老人，每3個月讓他們填寫一份情緒量表，同時定期做認知測試和腦部掃描。5年後的結果非常震撼，那些長期處於情緒锈蝕狀態的老人，他們大腦中一個叫做前扣帶回的區域，萎縮速度比情緒正常的老人快了將近2倍。前扣帶回是什麼？它是你大腦裡的情緒交通指揮官。每當你感受到快樂、悲傷、憤怒、恐懼這些情緒的時候，前扣帶回就會站出來指揮交通，決定你應該對這個情緒做出什麼反應。比如，你聽到一個笑話，前扣帶回會告訴你，這很好笑，笑吧。如果你看到一條蛇，前扣帶回會告訴你，危險，跑。但如果前扣帶回萎縮了、退化了，那麼這些情緒信號就像失去了交通指揮一樣，變得混亂而微弱。你不再能清晰地感受到快樂，也不再能強烈地體會到悲傷，一切都變得灰蒙蒙的。而更可怕的是，前扣带回的退化不僅影響情緒，還會直接影響你的決策能力和執行功能，因為它和大腦前額葉皮層有着密切的神經連結。前額葉是你大腦的 CEO， 負責計劃、判斷、自控。一旦前扣帶回出了問題， CEO 也會跟着受影響。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老人在出現情緒锈蝕之後，緊接着就會出現做事猶豫不決、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衝動等問題。科學家還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那些被稱為超級老人的人，他們的前扣帶回皮層厚度竟然和30多歲的年輕人差不多。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他們的情緒系統依然年輕，依然敏銳。他們能夠感受到細微的快樂，能夠被一朵花、一首歌、一個孫子的擁抱打動。他們的心沒有生鏽。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有些人的前扣帶回能保持年輕，而有些人卻早早退化了？目前科學界有幾個重要的發現。第一個是有氧運動。2018年，美國國家老化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每周進行至少150分鐘中等強度有氧運動的老人，他們的前扣帶回體積平均比不運動的老人大 14%。 為什麼？因為有氧運動會促進大腦產生一種叫做 BDNF 的蛋白質，全名叫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這種蛋白質就像大腦的肥料，能促進神經細胞生長，保護神經突觸，延緩腦區萎縮。第二個因素是音樂。這個發現非常有趣。2022年，瑞士日內瓦大學的研究團隊發現，長期聽音樂或者演奏樂器的老人，他們的前扣帶回不僅更厚，而且和其他腦區的連接也更加密。研究者推測，這是因為音樂能夠同時激活你的情緒系統、記憶系統和運動系統，就像給大腦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按摩。好，我們繼續往下看。第4種感覺叫做方向感喪失。這個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大不了，但實際上它可能是大腦給你發出的最危險的信號之一。什麼叫方向感喪失？不是說你早上起來不知道東南西北，而是你醒來的那一刻，對時間和空間的定位出現了短暫的混亂。比如你醒來後花了好幾秒才想起自己睡在哪裡，你以為自己還住在30年前的老房子裡，或者你看了看窗外的光線，完全無法判斷現在是早上6點還是下午2點。這種混亂可能只持續幾秒鐘，很快你就回過神來了。所以大多數人不會把它當回事。但科學家告訴我們，這幾秒鐘的混亂背後隱藏着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2017年，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的一個團隊發表了一項研究，他們在10年的時間裡追蹤了400多位老年人，特別關注了一個叫做內嗅皮層的腦區。內嗅皮層在哪裡？在你大腦兩側太陽穴深處，緊挨着海馬體。海馬體你肯定聽過，它是大腦的記憶中樞。而內嗅皮層，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海馬體的前哨站。所有進入海馬體的信息都要先經過內嗅皮層的處理和篩選。但內嗅皮層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空間定位。2014年諾貝爾生理學獎就頒給了發現這個功能的科學家。
他們在內嗅皮層裡找到了一種叫做網格細胞的神經元，這些細胞會在你的大腦裡構建一張精確的空間地圖，讓你隨時知道自己在哪裡，面朝哪個方向，離目的地還有多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腦裡自帶的 GPS 導航系統。德國團隊的研究發現了什麼呢？他們發現內嗅皮層是阿茲海默症最早開始攻擊的腦區之一，甚至比海馬體還要早。在患者出現明顯記憶問題之前，很多年，內嗅皮層裡的網格細胞就已經開始死亡了。而網格細胞死亡的最早期症狀是什麼？就是方向感的微妙變化。這解釋了一個我們在臨床上觀察到的現象。很多阿茲海默症患者，他們最早出現的症狀不是忘視，而是迷路。在自己住了幾十年的社區裡，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在超市裡轉來轉去，找不到出口，開車的時候走錯了，走過無數次的路線。而這些症狀的根源，就是內嗅皮層裡的網格細胞已經開始大量死亡。那麼早上醒來的方向感混亂，和這個有什麼關係？關係非常大，因為你早上剛醒來的那一刻，大腦需要快速重建你的空間定位。我在哪裡？這是什麼地方？現在是什麼時間？這些工作全部依賴內嗅皮層。如果你的內嗅皮層功能正常，這個過程幾乎是瞬間完成的。你睜開眼睛就知道自己在哪裡。但如果你的內嗅皮層已經開始退化，這個定位過程就會變慢，出現我們說的那種短暫的混亂感。這裡我要特別強調一點，偶爾一次醒來有點迷糊，比如你在外面住旅館，或者換了個房間睡覺，這完全正常。我們說的是在你自己的床上，在你睡了幾十年的臥室裡，頻繁出現這種方向感混亂。如果這種情況1個月出現了好幾次，那麼我真心建議你去做一個認知功能篩查，因為你的內嗅皮層可能已經在向你求救了。好消息是什麼呢？好消息是網格細胞是可以通過鍛鍊來保護的。怎麼鍛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走路，不是在跑步機上走路，而是在戶外，在不同的路線上走路。研究發現，經常在不同環境中行走的老人，他們的內嗅皮層萎縮速度明顯更慢。因為每當你走一條新路線，你的網格細胞就會被激活，去構建新的空間地圖。這就像給他們做了一次體能訓練。所以那些每天出門散步，時不時換一條路線，逛逛菜市場，走走公園小路的老人，他們的大腦導航系統往往比整天待在家裡的人健康得多。好，終於來到最後一種感覺了。很多人看到這裡可能會緊張，別擔心，我們一個一個來。第5種感覺叫做手指遲鈍感。這是什麼意思？就是你早上醒來，伸手去拿床頭的水杯，忽然發現手指不太聽使喚。你想抓住杯子，但手指反應慢了半拍。你想擰開瓶蓋，但力道控制的不太精確。你想拿起手機滑一下屏幕，但觸摸的準確度下降了。這種遲鈍感通常在你起床活動10幾分鐘後就會消失，所以大多數人都不會在意。但科學家說，這可能是你大腦發出的最後一道警報。為什麼這麼嚴重？因為手指的精細運動控制涉及大腦裡一個非常龐大而複雜的神經網絡。你可能不知道，在你大腦的運動皮層裡，控制手指的區域面積大得離譜，幾乎佔了整個運動皮層的1/3。這就是為什麼人類能彈鋼琴、能寫書法、能做手術。我們的手指是大腦進化了幾百萬年才打造出來的最精密的工具。2023年，哈佛醫學院和麻省总醫院的聯合研究團隊發表了一項重要研究。他們讓300多位65歲以上的老人每天做一個簡單的手指靈活度測試，用食指和拇指交替點擊桌面，越快越好，持續30秒。同時，他們定期給這些老人做腦部的擴散張量成像，也就是 DTI 掃描，用來觀察大腦白質的完整性。白質是什麼？如果說灰質是大腦裡的處理器，那麼白質就是連接這些處理器的電纜。你大腦裡有數十億根這樣的電纜，叫做軸突，外面包裹着一層叫做髓鞘的絕緣層。髓鞘的作用就像電線外面的塑膠皮，能讓電信號在軸突上高速傳導。沒有髓鞘，你大腦的信號傳導速度可能會慢10倍，甚至100倍。哈佛團隊發現了什麼？他們發現那些手指靈活度下降最快的老人，他們大腦白質的損傷也最嚴重。
尤其是連接運動皮層和小腦之間的白質素，這些電纜的髓鞘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脫落和斷裂，而且更重要的是，白質損傷不是局部的，而是全腦性的。也就是說，如果連接手指運動的電纜壞了，那麼連接記憶的、連接語言的、連接推理的電纜大概率也正在壞。這就解釋了一個臨床上的重要觀察，很多阿茲海默症患者在出現記憶問題之前幾年就已經出現了精細運動功能的下降，他們的字跡開始變得潦草，記扣子變得困難，用筷子夾菜的準確度下降。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變化，其實都是大腦白質正在瓦解的信號。反過來，那些超級老人呢？他們的手指靈活度測試成績往往和50多歲的中年人不相上下，他們的白質完整性也保持得非常好，大腦裡的電纜依然包裹着厚實的絕緣層，信號傳導依然快速而準確。那白質怎麼保護？科學家目前認為有幾個關鍵。第一， Omega-3 脂肪酸，髓鞘的主要成分就是脂質，而 Omega-3 脂肪酸是合成和修復髓鞘的重要原料。深海魚類、核桃、亞麻籽這些富含 Omega-3 的食物對白質健康非常重要。第二，學習新技能。每當你學一樣新東西，比如學一門新語言、學一種樂器、學編織毛衣，你的大腦就需要建立新的神經連接，這些新連接上會長出新的髓鞘，就像給舊電纜換上新的絕緣層一樣。第三，手指運動。沒錯，經常活動手指，做精細的手工活動，能夠直接刺激和保護大腦運動皮層裡那些控制手指的神經元。日本有一個著名的研究發現，經常玩折紙的老人，他們的認知功能比不做手工的老人平均好 20%。 好了，5種感覺我們全部講完了，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晨起迷霧感說明你的大腦內淋巴清潔系統可能出了問題，無因疲憊感說明你的預設模式網絡可能在退化，情緒羞恥感說明你的前扣帶回可能在萎縮，方向感喪失說明你的內嗅皮層可能在告急，手指遲鈍感說明你的大腦白質可能在瓦解。現在你可能會問，如果我真的中了好幾條，是不是就完了？當然不是。科學家告訴我們，大腦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特性，叫做神經可塑性。即使到了75歲、80歲，你的大腦依然有能力生長新的神經連接，修復受損的回路，只不過這個能力比年輕的時候弱了一些，所以你需要更有意識的去激活它。怎麼激活？讓我把今天所有的建議總結成一個非常簡單的早晨5分鐘大腦自檢。每天早上醒來，在你起床之前，花5分鐘做以下5件事。第一，定位測試，睜開眼睛，立刻在心裡默念，今天星期幾，現在大概幾點。這是在測試你的內嗅皮層和時間定位功能。如果你能秒答，太好了。如果你需要想幾秒，也不用擔心，但要記錄下來，看看1個月裡有多少天需要想很久。第二，清醒感評估，問問自己，我現在覺得清醒嗎？腦子清楚嗎？還是像蒙了一層紗？這是在評估你的類淋巴系統昨晚的工作效率。第三，情緒溫度計，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緒。今天我期待什麼？有沒有哪怕一件小事讓我覺得值得起床？這是在檢測你的前扣帶回功能。如果你想了想，等一下吃早餐的時候喝一杯熱茶，這讓我有點開心。恭喜，你的情緒系統還在線。第四，能量感掃描，伸個懶腰，感受一下全身。我現在有力氣嗎？如果要我馬上起床走動，我覺得沒問題，還是覺得很累。這是在評估你的預設模式網絡的夜間修復效果。第五，手指測試，在被窩裡用雙手食指依次敲擊枕頭，盡量快速而有節奏，然後用拇指和食指快速對捏10次，感受一下，靈活嗎？精確嗎？這是在測試你的白質和運動皮層功能。這5個測試加在一起，真的只需要5分鐘，但它們能讓你對自己的大腦健康有一個非常直觀的了解。如果你發現連續1個月都表現很好，那麼恭喜你，你的大腦真的很年輕。但如果你發現某一項反覆出現問題，那就是身體在提醒你，這個區域需要特別關注了。接下來，我想聊一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事實，大腦的老化並不是所有區域同時進行的，
它更像是一場接力退化賽，不同的腦區在不同的年齡段開始衰退。一般來說，最先開始退化的是前額葉皮層，大約從40歲開始，然後是海馬體和內嗅皮層，大約從55歲開始加速萎縮，接着是前扣帶回和預設模式網絡，大約從60歲開始，最後才是白質和運動皮層，大約從65歲以後。但有趣的是，這個順序並不是固定的，每個人退化的順序和速度都不一樣，這取決於你的基因、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飲食、你的運動習慣，甚至你的社交圈。有些人70歲前額葉就已經嚴重萎縮了，但海馬體還很健康。有些人反過來，前額葉完好無損，但白質已經千瘡百孔。所以每天早上做那5分鐘自檢，不僅能讓你知道自己整體狀況如何，還能讓你精確定位到底是哪個區域最需要保護。2024年，史丹福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發表了一項令人振奮的研究。他們追蹤了1200多名70歲以上的老人，發現那些認知功能保持最好的前 10%， 也就是真正的超級老人，他們有幾個共同的生活習慣。第一，他們每天至少走6000步，不是跑步，不是做激烈的運動，就是走路。但關鍵是，他們不是在同一條路線上走，而是經常變換路線，去不同的地方。研究者認為，這不僅鍛鍊了身體，更重要的是鍛鍊了大腦的空間定位系統。第二，他們每天至少有2個小時的面對面社交。注意是面對面，打電話不算，視訊通話只算半個。因為面對面交流需要你的大腦同時處理對方的表情、聲調、肢體語言以及你自己的情緒反應，這是對大腦最全面的健身操。第三，他們都有至少一個需要動手的愛好，有人種花，有人做木工，有人寫書法，有人織毛衣。具體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愛好需要用到你的雙手和手指，因為這能直接保護你的運動皮層和白質。第四，他們每天都會花一段時間什麼都不做，不是看電視，不是刷手機，而是真正的無所事事，坐在陽台上看雲，躺在搖椅上聽鳥叫，在花園裡發呆。這種看似無用的時光，其實是預設模式網絡最重要的充電時間。第五，他們對食物有一個共同的偏好，魚。這些超級老人每周至少吃2到3次魚，尤其是深海魚類。這為大腦提供了充足的 Omega-3 脂肪酸，用來維持髓鞘的完整性。你看，這些習慣沒有一個是什麼高科技，什麼昂貴的保健品，什麼了不得的療法，走路、聊天、動手做東西、發呆、吃魚，就這麼簡單。但就是這些最樸素的習慣，造就了那 10% 的超級老人。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溫暖的故事。在美國波士頓有一位叫做艾達的老太太，2023年的時候，她已經92歲了。波士頓大學的研究團隊邀請她參加了一個關於超級老人的研究項目。在認知測試中，這位92歲的老太太得了一個讓所有研究人員都驚掉下巴的分數，她的認知能力相當於一個55歲的中年人。研究人員好奇地問她，你有什麼祕訣嗎？艾達想了想說，我不知道算不算祕訣。我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想想今天有什麼好玩的，然後我會去後院的花園裡轉一圈，看看昨天種的花有沒有開。中午的時候，我會打電話給女兒或者鄰居聊聊天。下午我會坐在客廳裡織毛衣，有時候織住就睡覺了。晚上我會吃一條鱸魚，再看1小時書，然後就去睡覺。就這樣，研究人員聽完後互相看了看，因為艾達的日常生活幾乎完美地覆蓋了他們從數據中總結出來的所有保護因素，對生活的期待感前扣帶回。戶外走動、內嗅皮層、社交預設模式網絡、手工活動白質和運動皮層、發呆小睡預設模式網絡充電、吃魚 Omega-3 保護髓鞘。你看，大腦的健康從來不是什麼遙不可及的事情，它就藏在你每天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裡。你早上醒來的那一刻，你感受到的那些微妙的感覺，其實就是你大腦在用它自己的語言告訴你，我還好，或者我需要你的幫助。所以從明天早上開始，請你多花5分鐘，認真的感受一下自己，然後帶着這份覺知去散步，
去聊天，去動動手指，去看看天空，去吃一條魚。你的大腦值得你這樣對待它。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或者你覺得你身邊有人需要看到這些信息，請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也許你的一次分享就能幫助一位老人意識到自己大腦的變化，從而及時採取行動。預防永遠比治療重要，而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就是預防的第一步。